广阳殿里，我恶狠狠地咬了一口鲜果，心里把陈妃和狗皇帝翻来覆去骂了几万遍。我原是陈妃的宫女，2个月前，狗皇帝亲征回来，兴致颇高，大宴群臣，夜召陈妃侍寝。陈妃正巧脸上生疮，不敢见人，又唯恐皇帝知道后厌弃她，更怕皇帝转头就去宠幸自己的死对头梁妃，便将身形与她相似的我打扮一番，送上狗皇帝龙床，想着皇帝醉酒，企图蒙混过关。那晚烛火摇曳，轻纱飘渺，缠绵过后，狗皇帝忽然醒酒，一把掐住我的脖子，浑身杀气升腾。你不是陈妃，你是谁？狗皇帝自小习武，手上力道极大，我颈上吃痛，慌忙道：我是陈妃的宫人，娘娘身体不适，恐败了陛下兴致，这才让我来伴驾。狗皇帝稍一思索，松开了手。我立刻叩头俯首，不敢看他。这狗皇帝向来杀伐果断，只怕会治我一个欺君之罪。他沉默片刻，最后拂袖而去。我心中一沉，知道死局已定。他却在跨出殿门前留下一句话：既如此，便封你个贵嫔吧。于是我被他随手封了个贵嫔，扔到广阳殿。狗皇帝连着2个月没有踏进后宫一步。2个月后，御医诊出了我有孕的消息。皇帝连年亲征，鲜少入后宫，将近而立之年还尚无子嗣，这是狗皇帝第一个孩子。这个消息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，炸得后宫众人纷纷骚动起来。太后嘘寒问暖，赏了不少华服宫婢、药材珠宝，其他妃子紧随其后，好东西天天往我宫里搬。属陈妃最殷勤，一天能往我这里跑3趟，衣食住行、宫人御医她亲自安排，十分尽心。她脸上的疮已经痊愈，还是演了一方薄纱，欢天喜地地夸我。我早看妹妹是个有福气的，所以才成人之美。这不，妹妹果然是真凤凰，一招就飞上枝头了。看着她呲着的2排大牙，我觉得十分可恶。她线下的殷勤为的是什么？难道我不清楚？我朝素来有规矩，立子杀母。皇子一旦被立为继承人，为防日后母族乱政，必要赐死生母。当年狗皇帝的生母就是因此被镇杀。若我腹中是个男孩，便是狗皇帝长子，朝中常年无嗣子，大概也会早早的立为太子。到那时，我便是死路一条。我朝未立皇后，陈妃无疑是皇子养母最好的选择。她盯着我的肚子乐开了花，那是盯紧了她一世的荣华富贵。对这个始作俑者，我气不打一处来，借口身体不适打发了他，让宫人关了殿门生闷气。从前我为宫女时，想着到了年岁便可被放出宫，我有些积蓄，可以自力更生，置几亩薄田，再招一个勤劳的夫婿，生儿育女，安稳度日。日子虽不会大富大贵，却也平淡安和，夫妻和睦，儿女绕膝。那叶晨飞威逼利诱，我别无他选，想着快些了事，皇帝不会发现，我也不会卷进宫廷之政。可上天不怜，狗皇帝忽然醒酒，让我落到如今这个境地，不比当时就杀了我好多少。我究竟尚未隆起的小腹，似有百爪挠心。若是个女孩还好，若是个男孩，我不想死，也不能死。宫外的高声通传，打断我的思绪。陛下驾到，是狗皇帝来了。我心里暗暗骂了一句，起身跪拜。狗皇帝大步流星入殿，对我一挥手，季贵嫔有孕，今后行礼就免了。我假模假样的谢恩，起身与他同坐榻上。由于不是很熟，所以我和狗皇帝相顾无言，沉默了相当长的时间。最后还是他率先打破尴尬，衣食住行一切可还好？我恭谨地回答，一切都好。彼此又是长时间的安静。还好宫女莲华此时来上茶，叮咚脆响，消除了几分凝重。我借此间隙偷偷打量狗皇帝，这是我第一次看清他，剑眉凤目，身姿魁梧。狗皇帝姓赵，单名一个少字。听说他12岁就领兵大破敌军，15岁斩杀权臣，即位之后连年御驾亲征，收服了4个小国，让他们对大相俯首称臣。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，手上沾过不少血，怪不得我有点怵他，不过不影响我心里骂他。走神之际，狗皇帝问我有没有小字，我微微俯首，臣妾小字圆融，大概他也觉得没意思，嘱咐了我几句，便起身离开。我松了一口气，他却在跨出殿门前，又忽然转身问我，你的家乡在病阳？听说那里有座灵官庙，十分灵验。我点头称是，从前是灵验的，不过在我幼时，神像就搬走了，庙宇也就荒废了。不知腹中是男是女，我煎熬不堪，食不知味，人也消瘦了些，肚子却不等我思虑清楚，一日日地大起来。于是我忍不住询问工人，我的肚子像男像女？他们都说我肚腹尖尖，又喜食酸，必是小皇子。连诊脉的御医都说脉象强劲，像是皇子。我分不清是恭维的话还是实话，但似乎已经看到了鸩酒和3尺白绫在向我招手。于是我下定了决心，若是小产，皇帝也许会怜惜我丧子之痛，留我一命，并且很快就忘了我。我此后小心做人，躲避争端旧事。大乡有没有继承人，我不关心，没了我，自然有别的妃子给狗皇帝生孩子。我双手抚上肚腹，心里愧疚，只是唯一对不起的就是这个尚未出世的孩子。
但我更不想因为腹中这个尚未成型的血肉要了自己性命。在宫里打胎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满宫上下几百双眼睛盯着我，吃食都要经过御医和工人的手，从吃食上打到胎儿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麝香、红花之类的东西更是拿不到。于是我在宫门绊过脚，夜里摔下过床，可胎儿依旧稳如泰山，反而惊动了太后，训了我2次，还拨了自己的心腹何婉给我做贴身大宫女。有太后的心腹在，我更不敢轻举妄动，处处小心，丝毫不敢让她看出我的心思。时日又拖了些，转眼腹中胎儿已5月有余。盛夏暑气蒸腾，黄昏时我站在浴帘池旁，思索着要不要来个失足落水。何婉见我盯着荷花出神，问我是否要采些回电。我摇摇头，胡乱散起步来，不知不觉来到一座十分气派的阁楼前，里面墨香阵阵。何婉说这是用来藏书的天禄阁。我来了兴趣，便进入殿中翻起书来，不愧是天界的藏书之地，内容古往今来，应有尽有。我看得兴起之时，不顾何婉劝阻，席地而坐。鲜少露面的皇帝不知又从哪儿冒了出来，平退跟着的一对仪仗背手走了进来。想不到爱妃也喜读书啊，若是喜欢，便让人搬卸去宫里，现下身子沉重，何必跑出来？我自谦道，偶然路过而已，何必麻烦？皇帝上下打量着我，眼底多了一丝戏谑。想不到爱妃从前一介宫女，竟还能识文断字啊，这什么意思？看不起人啊？我感觉受到了侮辱，毫不客气道：“臣妾从前也曾读过几年书，识得文体。若不是身为女儿身，不说封侯拜相，至少也是大有作为。”一番话痛快说完，我才注意到何婉在一旁拼命使眼色，这才如梦初醒，立即跪拜，后背冷汗直冒。臣妾该死，臣妾失言。那一瞬间，我后悔了千万遍。面前的可是95之尊，杀人不眨眼的皇帝，我怎好出口呛他？惹恼了他，摘我脑袋还不是随手的事。皇帝却顿了一下后大笑，将我扶起。是朕不好，是朕出言不逊。我心虚地看着他的眼睛，陛下真的没有生气。皇帝为了证明他真的没有生气，甚至还留在广阳殿和我同用了晚膳。我突然觉得狗皇帝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。当晚我睡得很不安稳，隐隐觉得殿内人影攒动，血腥味漫天，还有婴孩的啼哭。恍惚间，我看到2个宦官按住我，在我颈部缠上白绫，狞笑道：“娘娘好福气，小皇子被立为太子了，你安心上路吧。”随即狠狠一扯，我失声尖叫，一下坐起，这才发现只是噩梦一场。何婉听到动静，匆匆上前，惊诧道：“娘娘怎么出了一身的汗？不知是不是为了验证那个噩梦？”腹中孩儿此时狠狠踢了我一脚，又是一层冷汗。何婉宽慰我：“妇人孕时体虚，梦魇是正常的。明天奴婢去请御医来为娘娘调理调理便好。”我却听不下去，攥紧被角，心里知道这个孩儿不能留了。第2日，我支开了何婉，让小宫女莲华扶我上了假山凉亭上。假山台阶绵密，不难攀爬。凉亭里，让莲华去假山另一边，把那儿的牡丹花摘下2朵来。莲华迟疑：“娘娘身子重，奴婢还是不要离开的好。”我故作轻松：“无妨，我就站在这里等你，不会有事的。”莲华这才一步3回头的去了。眼看又支开了莲华，我心里一横，装作绊倒的模样，对着石阶就滚了下去。好一个天旋地转，好一个痛心彻骨。耳边是莲华的惊呼，恍恍惚惚间，我便已经滚到了山下，脑中混沌不辨方向，腹中剧痛难忍，身下如我所愿一片嫣红。我被抬回广阳殿时，皇帝太后已经闻讯赶来。几个御医把过脉象后，慌张禀报，这怕是要小产了。太后发了怒，责令御医尽全院之力保住胎儿，又命人将一众宫女扣下责问。皇帝一脸凝重，沉静的有些可怕。腹中孩儿正拳打脚踢，我发髻散乱，狼狈不堪，疼痛已让我大汗淋漓。我用尽全力扯住皇帝的手，尽显可怜悲伤，是臣妾失足，与宫人们无关，望陛下太后高抬贵手。说到底是我福薄，不能为陛下诞育子嗣。我没有机会看清皇帝的表情，便在剧痛中晕了过去。又是一个冗长的梦，我乘一叶扁舟，被困在一汪波涛汹涌的血海里。忽而从血海上浮现起一双硕大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有些熟悉，像是来自皇帝。紧接着耳边是皇帝低沉严肃的声音：“醒来吧，快醒来吧！”我清醒时，身下的血似乎已经止住。再奋力睁开眼睛，看到皇帝坐在床边，撑手浅睡。我强撑着起身，身上痛得龇牙咧嘴，心觉不对，往下一摸，还是小腹鼓鼓，隐约还有胎动。这难道没成功？何婉此时来送汤药，见我醒了，趴在我床边喜极而泣：“娘娘你醒了，太好了，这帮御医还算有些东西，小皇子保住了，你也没事。”我表面强颜欢笑，心里大失所望，这孩子是非要我的命不可呀。皇帝这时也醒了，我不得不急忙和他寒暄：“臣妾卑贱，却如此劳陛下费心，臣妾感激不尽。”他没有说话，挥手屏退左右宫人，盯着我，眼神凌厉，仿佛要看穿我的心思。“没事了？”他问。“没事了。”我点头。皇帝将一旁的汤药递给我，
既然没事了，那便喝药吧。我接过汤碗，低头慢吞吞地喝药，不敢看他。他盯着我，像是和我唠着家常，云淡风轻地说：“我朝素来有律法，弟子杀母，爱妃可怕生下男胎呀。”我被这话吓得一哆嗦，险些将汤碗打翻。完了，他必定知道我是刻意为之。我硬着头皮，极尽虔诚。陛下哪里话，能为陛下和大香诞育子嗣，开枝散叶，是我的福分。只要能让大香后继有人，臣妾万死不辞。皇帝似乎对这话很满意，嘴角勾起一抹浅淡笑意。爱妃既有此志，朕便等你平安诞下孩儿。我紧绷的神经松缓下去，暗自庆幸这一劫总算过去。皇帝却忽然话锋一转，沉静威严：若诞不下，朕便赐你一死，夷三族，以明爱妃之志。我狗皇帝到底还是狗皇帝，心思已被狗皇帝瞧出端倪，我不敢再有动作，就夹着尾巴小心做人，连广阳殿也不愿意再出一步。我只能日日偷偷祈祷，祈求腹中孩儿是个女儿。怀胎10月，转眼瓜熟蒂落。我生产那日，如那晚梦中一样，殿中人影攒动，血腥味漫天。老天再一次没有联系我，工人们齐声恭喜我喜获龙儿时，眼泪在我脸上悄然划过。皇帝太后大喜，大赦天下，又尽了我的位分。陈妃往我宫里跑得更勤，亲自照顾小皇子，比我这个生母还要上心几分。她的殷勤像一道催命符，惹得我十分不快。反正死局已定，还不如死前痛快一把。我不再顾及什么礼法，让人把陈妃拒之门外，不许她进来。而我则尽量的多抱抱这个孩子。生下之前，我千方百计想打掉他，而此时天然的母性让我结结实实的对他生出了滔天爱意。如果注定这一生我们母子缘分浅，那么现在用仅有的时间多亲近也是好的。用膳时，何婉总是眼唇偷笑。我问他这是有了什么天大的好事。何婉神神秘秘地对我说：“娘娘，听说陈妃跟陛下告状了，说您心眼小，不许她看小皇子，不顾礼法纲常。我有些恼，你这丫头，我被告了状，你还这么高兴？陛下要是生气了，指不定怎么罚我呢。”何婉笑得更欢：“什么呀？陛下训斥了他，说他好事，让他在自己宫里好好待着，没事少往咱们广阳殿跑。”我乐得喷出一口稀饭，与何婉笑作一团。这是生子之后我难得的一回开心。晚上皇帝来了，他带来了孩儿的名字赵登。那时我手上正在缝制一件小袄，夸赞了几句名字好听，手上针线并未停。他坐在我身边，就那样看着我一针一线，随后发问：“这是给嘚儿的吧？你身子尚虚，这些何须你来动手，交给工人吧。”我寂寥一笑：“不一样，这是他的娘亲给他做的。如果以后我不能在他身边，有这些东西在，就像我在陪着他一样。”登时啼哭起来。何婉把他抱起，轻轻摇晃，每个人都脸色凝重，气氛伤感起来。皇帝示意何婉把孩子抱来，他接过轻声哄着：“嘚儿乖，登不哭。”他此刻就像千千万万个寻常人家的父亲，甚至不太像那个杀伐果断的帝王。嘚儿却越哭越厉害，哭得我一颗心几乎碎掉，忍不住红了眼睛。皇帝似乎说了一句话，夹杂在啼哭声中，若有若无，听不真切。皇帝走后，我特意问了何婉，他的生母是什么时候被赐死的？何婉是宫里的老人，知道的比我多。他略微一思索，在陛下当年3岁被立为太子时就被赐死了。我又问，那当时他的养母，如今的太后，对他可好？何婉转头看了看四周，确定无人后，才摇了摇头，低声对我说：“听宫里的老人说，那时太后尚未生育，以为自己会有亲子，因此对陛下并不上心，挂个母亲的名头罢了。”我唏嘘了一阵，怪不得他今夜看我的眼神有些怪异，大概是想他母亲了。嘚儿转眼就满月了，皇帝命宫中设下家宴，宴上觥筹交错，欢声笑语，各妃嫔与王侯纷纷奉上满月礼，又说了些恭维的话。皇帝正高兴时，他的叔叔雍安侯忽然起身，红光满面，像是吃醉了酒，晕晕乎乎拱手道：“臣贺喜陛下获此龙儿，我大香终于后继有人，只是陛下子嗣单薄，要切记早立太子啊！”这话一出，席间的人纷纷安静下来，有些妃嫔甚至已经向我投来了怜悯的目光。是的，大家都知道立太子意味着什么。皇帝一张脸更是拉了下来，十分不悦。太后见状圆了场，雍安侯真是吃醉了，今日是家宴，不是朝堂，不宜正事。有人急忙把雍安侯拉下，灌了一盏浓茶。皇帝睨了我一下，随后一字一句地发话：“庄严肃穆，恭弼之子，怎能担太子大任？又如何承载我大香江山？”那日过后，我长舒了一口气。狗皇帝没打算立嘚儿，我不用死了，就是心情有点复杂，酸甜苦辣来了个大满贯。何婉递来一盏茶，给我解下发髻，说：“娘娘不要为陛下的话伤神，陛下这是想保全娘娘，奴婢看得出来，我满不在乎，我才不在意呢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”何婉笑笑：“娘娘豁达。”我让何婉把我的首饰盒抱来，这段时间收了不少好东西。我拎出2个大金镯子，戴到何婉腕子上，又让她从宫里拨多些银钱，分给广阳殿的工人们。何婉扑通一声跪下，急忙说：“这都是陛下、太后送给娘娘的，如此贵重，奴婢无福消受啊！”我把何婉扶起来，嗔怪着：“
都说了不要动不动就跪，我让他安心收下。这段时日他忙里忙外，把我照顾得很好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他这才千恩万谢地收下。何婉确实待我很好，更重要的是他是宫里的老人，和他搞好了关系，我才能过得更好一些。皇帝进后宫更勤了些，每次都要宿在广阳殿。他拿着兵书教着还在襁褓中的嘚儿，说什么样的仗可以打，什么样的人可以用。我笑说嘚儿连话都尚未学会，怎么会懂他的兵法？他说从小耳濡目染，长大了就必定厉害。殿外星光点点，殿内烛光微暖，嘚儿的英明和他的教导在耳边绵绵不绝。我忽然觉得很幸福。我给皇帝穿上我为他做的衬衣，衬衣里面的料子绣了个女人，那是我让何婉偷偷翻了很多旧物，找出了一个人的画像，我照着绣的。那是他早逝的母妃，我希望这种方式可以给他一些慰藉。不过我没有告诉他，我的安心并没有持续多久。最近宫里风言风语，说朝中几位大臣正逼着皇帝立登做储君，那把刀又悬到了我头上。何婉心事重重，脸上愁云惨淡。终于在一个月夜，他攥住我的手，红肿着眼睛，娘娘，我听陛下的内侍透露，陛下已答应了立太子的事，您早做打算啊？我没有诧异，淡然一笑，将何婉扶起。宫中的传言我并不是不知道，皇帝最近也没有再来广阳殿。帝王无情，我心里有数。我转身将灯抱起，看着他的睡颜，心如刀绞。扑通一声，我朝着何婉跪下，声泪俱下，今后求你多照顾灯，今生之恩，我来世做牛做马报答。何婉扑过来，与我哭作一团。娘娘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折杀我了！今后何婉就是搭上自己性命，也会保小皇子平安无虞。等哭够了，我擦干眼泪，让何婉帮我备几份大礼，明日我亲自给陈妃、梁妃送去。凡是有可能承登养母的，我一一登门。就算以后我被赐死了，也希望他能过得好一点。登确实被立为太子了，不过我没有死。皇帝在立登之前，先废了立子杀母的律法，废律是大事，想必他顶住了很大的压力。何婉说，有2位顽固的老臣，甚至当庭处柱，也没能动了皇帝的决心。他那天刚踏入广阳殿，我就飞身扑到他怀里，在他耳边一字一句地说，谢谢你。后来他牵起我的手，同坐榻上，将我揽入怀中，我靠在他的胸膛，微微的心跳让我有点脸红。他撩过我的头发，轻轻说，广阳殿不再适合太子母亲居住了，爱妃换个宫殿可好？我挠挠头，这个也要搬殿吗？搬去哪里？他笑着捏捏我的脸，傻丫头，搬去交房殿。在皇帝即位的第13年，他立我做了皇后。我凤袍在身，凤冠在手，恍恍惚惚生出一种不真实感。一切只是因为当年陈妃脸上的疮，阴差阳错，阳错阴差。皇帝连着干了这3件大事，天下都传皇帝对姬皇后真是专房之宠。皇帝对我很好，我想我是幸运的，所以我尽可能的去做一位好皇后，但我显然对这件事没有什么经验。于是我喜欢看史书或者听人讲故事，历代贤后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我学他们不骄不纵，不奢不靡，学他们谦和，学他们贤德。于是皇帝宠爱，天下夸赞。有一天皇帝兴冲冲地对我说，宫门巡防的侍卫抓了一个人，名叫季固，像是我的弟弟。他说此人衣衫褴褛，在宫门外高呼是皇后之地。要找皇后，还说出了我的归名年岁和样貌。守职的侍卫奏给了皇帝，皇帝命人将他带进来，招待擦洗之后再来见我。皇帝怜爱地对我说，蓉儿入宫这些年，还未有家人来探望过，若此人真是你弟弟，也可略解你思乡之情。我攥紧衣角，心如鼓雷，季固他怎么会来？我隐隐觉得不妙，幸好皇帝还有事，嘱咐了我几句就起身离开。不多时，何婉就带了个人到了交房殿，我一眼认出他就是我的亲弟弟季固。季固也看清了我，只要朝我冲来，带着哭腔，姐姐，我可算是找到你了呀，我的亲姐姐。何婉一把揪住他的衣领说，这是皇后娘娘，你要行礼，不可冒犯。季固装模作样行了个歪七扭八的礼，手脚并用爬到我身边，带着谄媚的笑，姐姐一别几年，叫弟弟好不想念。你如今做了皇后，风光无限，富贵滔天，怎么就独留弟弟在家乡吃苦呢？我有些不悦道，之前你来信说家中贫穷，我已给了你100斤，父母已先去，这钱才够你花一辈子了，你还吃什么苦？季固抹了把眼泪，100斤而已，玩几局钱，逛几次青楼就没了。姐姐要为我谋个官职，吃着朝廷俸禄才行啊！我心里暗骂，果然是酒囊饭袋，冷笑说，官职？你一介白丁，大字上不识几个，你能做什么官职？又怎么造福朝廷百姓？季固索性一下躺倒在地，胡搅蛮缠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做官，我可是皇后的弟弟，当今的国舅爷，不说封诸侯王，起码也要做个丞相长史。反正陛下宠你，你跟陛下说就行了。这番荒唐话惹得我大怒，喊人将他拖走，轰出宫去。几个侍卫要来拿季固，季固忽然起身，扯住我的衣角，在我耳边低声道：“姐姐，这是忘了6年前的事啊！6年前若不是我，你现在能在这交房殿里做皇后吗？”心中一紧，我抬手指住侍卫，又向何婉递了个眼色。
何婉明白我的意思，带着一众人退了下去，掩了店门。我盯着季顾，你什么意思？季顾摸摸下巴，若有所思。姐姐是忘了自己曾杀过人吗？要是陛下知道自己的枕边美人做过这样的事，杀的还是并阳县令，他会怎么想呢？指甲几乎掐进肉里，我咬紧了牙。你威胁我？季顾讪笑，姐姐哪里话，不过是扶责一下弟弟而已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再给你100金，去做个世曹吧，从此好好过日子。季顾不满，我好歹也是皇后的弟弟，怎能去做那跑腿的世曹？丢的可是姐姐的脸啊！不去不去！我强忍怒意说，你从前在家中不肯读书，整日厮混，到如今大字不识，除了跑腿通报，你能做什么？季顾搓搓手，眼里有贪婪的光芒。既然当朝已有丞相，那我就委屈一下，做副相吧。我大怒，他这是逼我行妖后之风，乱政之气。我一挥衣袖，决绝道：“不可能，你想都不要想。”季顾听后轻哼一声，做事出殿。那我去找我皇帝姐夫，自己求他。站住！我强忍怒意，最后不得不勉强向他展露出一个笑颜。副相这是急不得，且交给我，定为你求来。季顾听到这话大喜，嬉皮笑脸，磕了几个响头。后宫不能夜宿外男，我让何婉安排季顾住在宫外，找人暗中盯着。夜半我辗转难眠，一件往事浮上心头。6年前，我在家乡病阳，还未入宫。一日从集市上归家，遇上大雨，便进了荒废了的灵官庙躲避。谁知一进庙就见到了并阳县令，他鬼鬼祟祟，形迹可疑。见我进来，手上下意识一藏，但我隐约看到寒光一闪，地上还有斑驳血迹。我心知不妙，怕是撞到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于是拔腿就要离开。那县令反应比我更快，我一只脚刚跨出庙门，他冰冷的匕首就贴到了我的脖颈上。你是何人？我急忙解释路过而已，什么都没有看见，求他饶我一命。县令迟疑了一下，似乎在犹豫要不要取我性命。我趁着迟疑的间隙，狠狠一口咬在他腕上。他吃痛，匕首掉落，我趁机狂奔逃命。可没跑2步，那县令就又追上了我，手持匕首朝我狠狠刺来。我吓得几乎疯癫，神志全无。幸好手中有竹篮，危急关头，我拿它挡住了匕首，随手摸出篮子里新买的镰刀，就那样一下一下挥了出去。等我在大雨滂沱中清醒时，县令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。他脖子上有几处致命伤，来自我的镰刀，血水和泥水混在一起，他已丝毫没了生机。看着自己满身飞溅的鲜血，我才后知后觉，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。父亲和季顾正好看到这一幕，当时母亲见我久不归家，遣他们来寻我。为了不吃官司，我和父亲合力把尸体抬上后山，扔下悬崖，而我惶恐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许是那日的大雨把一切冲刷得太干净，并阳向朝廷报过县令失踪，但未见立案清查。我也渐渐在心里尘封了这件往事，却不想今时今日被自己的亲弟弟如此威胁，心中实在烦闷。我披衣起身，在窗边望着月亮出神。如果皇帝知道了这件事，会怎样呢？他会讨厌我吗？会觉得我可怕吗？会重审旧案，判我一死吗？而季顾的要求我断断不能答应，那是败坏朝纲，要遗臭万年的。要不杀了季顾算了。想到这里，心口一疼，我想起了父母，有些愧色。可是我不杀他，他就要毁我呀。何婉过来给我揽上披风，轻声问：“娘娘可是为国救的是心烦？”我点头，他总是很懂我。这些年，我已拿他当了最信任的人。我问他有什么法子能让季顾死。何婉吃了一惊，很快蹙眉道：“杀人倒是不难，只是陛下现下正为您姐弟相见而高兴，若国救有事，陛下定会追查。这话说得不错。”我长叹一口气。何婉又说：“不过奴婢倒有一计。”我大喜，让他快说。何婉提出找个他与季顾独处的时机，趁其不备将他刺死，就说是季顾妄图玷污他，情急之下才失手杀人。我立刻否定：“不行，这不是害了你吗？”何婉摇头，十分坚定：“能为娘娘分忧，何婉万死不辞。再说到那时，您为我求情便好，于情于理，想必陛下也不会追究。”我细想一下，此举也好，上前握住何婉的手。这些年，你为我做了太多事，此次风波一过，你就是我的恩人。何婉朝我叩头，奴婢万幸。不知季顾是不是刻意防着我，几次召他入宫，他要么匆匆离去，要么死皮赖脸地去拜见皇帝。皇帝也见过他几次，二人还相谈甚欢，大醉极场。如此几天，一丝机会也没有寻到，我心急如焚。更急的是，皇帝怎么也荒唐起来。直到1个月夜，何婉对我说，季顾醉酒，被皇帝破例留宿在含光殿，他这就去了结了季顾性命。我心中七上八下，唯恐何婉一人无法成事，便与他一同前去。谁知到了含光殿，何婉竟哆哆嗦嗦倒在门口，带着哭腔：“娘娘，我腿软，我腿软。”我心里一横，顾不了许多，夺过何婉手中匕首，轻脚入殿。那我便亲自杀了季顾。皇帝若问，就说他醉酒要行刺我便是，反正死无对证。
殿中竟一盏灯也未点，唯有月光透窗而来。殿中有一人撑手沉睡，酒气冲天，月色朦胧，我勉强辨认出那确实是季固的衣着打扮。我缓缓上前，屏住呼吸，举起匕首就刺了下去。要了结了，要了结了！忽然心中乍为大作，不对，有问题！我惊醒，急忙要收力，可那一刀已冲心口而去。我只得狠狠转了手腕，刀锋一偏，扎在了那人的肩膀上。那人闷哼一声，偏过脸，我才看清了他的面容，果然不是季固，是皇帝。我大惊失色，而殿外此时忽得灯火招摇，是太后带了一众宫人和2队侍卫直破大殿而来。这一场面被太后尽收眼底，她惊诧不已，大喊护驾。随后做官心态，少儿，你怎么样？那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怪异。早有人上前护住皇帝，太后此时开始清算我，大吼：皇后，赐王杀驾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来，话未讲完，被起身的皇帝打断，他怒不可遏：皇后，这哪里薄待你了？我瘫坐在地，怔说不出话。他不顾众人阻拦，起身走到我面前，肩上还插着那把匕首，血已经湿了一半衣衫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穿着季固的衣服。他很失望，就那样冷冷地说：包去皇后衣冠，打入天牢，待朕发落，有宫人上前褪去我的凤袍，卸下凤冠。被拖出去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何婉，他藏在人群身后，垂手不敢看我。我信错了人。出殿的时候，我听到皇帝倒下的声音，以及一众人的惊呼。天牢昏暗肮脏，蛇虫鼠蚁横行，血腥与腐烂的气味弥漫。我被关在其中，与死囚为伍。刺杀皇帝是万劫不复的死罪，可我不得不规整起杂乱的思绪。我死罪已定，但不能连累了灯。我撕下一片衣衫，咬破还在颤抖的手指，写下血书，其中字字气诉了当年以及如今之事的来龙去脉。我并无杀他之意，如今自知死罪难逃，希望他不要因此厌弃了灯。随后托付了看守的狱卒交给皇帝。我其实很想在最后写：若有来世，愿与你再做夫妻。可犹豫再三，终究还是没有写上。我安静在天牢里等死，期盼死前还能见皇帝和灯一面。那时的我以为这只是后宫争斗，我是这场博弈下的失败者。可没几日，就听看守的狱卒说皇帝病重，当日我用来伤他的匕首淬了毒。我如遭天雷轰顶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想起那日的何婉，恨不得食其肉，啖其血。狱卒后面的话更是让我狠狠将下唇咬破。幽安侯起事，带兵逼宫，直捣龙殿而去。我浑身汗如水洗，双手狠狠抠进地下泥土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悔不当初，因为我的冲动，我的轻信，几乎葬送了皇帝性命，葬送了大香江山，还会害了灯。我用身体拼命撞击着牢门，大喊着放我出去，我要去见皇帝。狱卒只是用看怪物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，并未理会。绝望之余，我跪地失声痛哭。忽然有个身着斗篷的人来到天牢，向狱卒出示了东西，他们便来开了牢门的锁。他蹲下掀帽，我才看得清楚，是何婉。我憎恨他，他倒送上门来，我一把将他扑倒在地，发疯一般掐住他。为什么害我？何婉被我掐得脸色涨红，挣扎着断断续续吐字，似乎有话要说。我松开了他，他一阵剧烈咳嗽，大口呼吸，缓过来后咚咚几个响头磕在地上，痛哭流涕。娘娘，当日太后以我家人性命相挟，只说让我引你到含光殿，奴婢并不知陛下在里面啊，否则就算奴婢全家万劫不复，也断不会如此啊。我没有相信，冷冷问他：你现在来这里做什么？再害我一次吗？何婉哭着摇头，将一枚令牌呈给我，我认出是太后的，凭此令，在宫内出入不受限制。他说这是他从太后处偷来，如今宫内雍安侯和皇帝的人马缠斗不休，无论哪一方得胜，我都难逃一死。他让我穿上他的斗篷，拿上令牌，趁乱出宫逃命去。我迟疑，不知该不该再相信他，或许我刚出牢房，就会有人立刻结果了我的性命。心中如同猫挠，我最终一咬牙，披上斗篷转身离去。无论怎样，我都要去看一眼皇帝和灯，如此死而无憾。跨出牢门的那一刻，何婉叫住了我，他深深向我叩了一手，说：娘娘，奴婢并未在匕首上淬毒，陛下身上的毒并非奴婢所为，何婉没有淬毒，那会是谁？我没有思考的时间，垂手匆匆出了牢房。所幸宫中大乱，无人拦我。我步履匆匆，直奔皇帝的寝宫万岁殿而去。一路上遍地横尸，血流成河。等我心急如焚跑到万岁殿前的时候，看到了皇帝。他正对着我，手持一弓箭，拉了个满弓，箭在弦上，蓄势待发。我呆在原地。他没有中毒，更没有病重，区区一个肩伤，的确要不了他的性命。他现在是要杀了我吗？他松手，箭发。我闭眼等待，那支箭却没有射向我，他从我旁边掠过，身后一声惨叫。我转身，是季固。
那支箭直中心口，他呕出一滩鲜血，倒在离我不远的地方。随之落地的还有一把长刀。皇帝在侍卫的簇拥下朝我走来，我看着越来越近的皇帝，心中百味杂陈，头脑昏胀，忽然眼前一黑，就没了知觉。我是被噔一声声的母亲唤醒的。我不知睡了多久，醒来时在交房殿，殿外漆黑如墨，殿内烛光明亮。皇帝坐在床边，抱着刚刚会说话的灯。见我醒来，他面露喜色，上前握住我的手。蓉儿，你可算醒了。我不解，有些愧色。陛下不愿我险些杀了你吗？皇帝的愧色比我更沉重，他缓缓和我说了真相。太后对他早有不满，想效仿吕后携幼帝登基，号令天下，便暗中和老相好雍安侯谋划成事，正巧季顾来向我讨要官职，而我不愿，他便被太后许丞相之位收买。太后设计了一出皇后杀皇帝的戏码，只等他一死，便携登继位，自己垂帘，雍安侯辅政。皇帝早知太后和雍安侯的异动，索性将计就计。雍安侯一见皇帝命不久矣，和太后翻了脸，带兵逼宫，企图自己称帝，却被宫里的伏兵诛杀。说到这里，他长叹一口气，当日把你打入天牢，实在万不得已，一来要让太后相信，二来如此才能保全你。说到这里，他自嘲一般笑笑，祖宗定下立子杀母的规矩，却不想如今朕的养母还是乱了政，我生出几分心疼，手掌抚上他的脸。他又是生母因无中生有的罪名赐死，养母待他不好，如今更是要反了他。他这一路也是诸多艰辛。皇帝从怀中掏出那一封血书，先前的阴霾一扫而光。他兴奋地说：蓉儿，6年前我就见过你，见我不解。他道来6年前的一段往事。那年他亲征胡然，有细作出卖军情，致使他兵败重伤，流落于并阳，近身侍从全部被杀。他不放心并阳县令，藏在灵官庙中不肯现身。那县令果然知晓了他的踪迹，想要取他性命。而我的出现，阴差阳错救了他性命。他兴奋之余将我揽入怀中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觉得你一定是神仙下凡，天意见怜，让你又出现在了我身边。我震惊至极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折磨我多时的往事，竟然阴差阳错救了眼前的皇帝，我如今的丈夫。无巧不成书，大抵便是如此。皇帝流放了雍安侯的一众妻小，废太后为庶人，囚于深宫。太后已废，我想召何婉回来，继续做我的大宫女，可宫人说何婉早已在天牢自尽。心中复杂不是滋味，说到底，何婉也是这场斗争的牺牲者。我让人厚葬了何婉，送了丰厚的银两给了他的家人，而季顾，我把他葬在了父母身旁。凤凰台上，我望着宫中百态，此时正是盛春时节，万物更新。身旁的扯住我的衣角，催促我带他去找父皇。我俯身抱起他，百感交集。如果这一生无可避免地卷入深宫，卷入皇权，那么我便尽可能地守好我的嘚儿和赵少。晚安。